是来搞保障的，搞保障来就行了，还带这么多队伍，还有什么特点？你感觉不一样？我感觉他们挺热情的，知道我是空军部队的，还请我吃西餐呢。而且他们有时候说外语，哦，还有几个翻译也是吃西餐，还请我喝茶呢。完毕。好。 桂参谋长，海啸突击旅有没有什么部署上的变化？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海空军对抗，突然又冒出是陆军部队，而且既不是第5战区陆军部队，也不是总部直属部队。你是不是怀疑他们也参加演习？这不可能，导演部没有通知。 再说是我们红蓝军对抗，他们算什么颜色？报告旅长，演习指挥部刚刚来电话询问准备情况，并强调，第1天的演习为展示性表演，有多名军事专家到场观看，要求2支参演部队保持最好状态，拿出最好水平，确保演习成功，做到每一个节点零误差。零误差？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是空中飞行，从天而降，气象条件随时都在变化。以为坐高铁呢？就算高铁现在也就这些了。是的，飞机明天上午8点半到。好。另外，红军方面也是明天上午8点半乘车赶往演习点，这是导演部通告的。这么说，我们的登机时间，导演部也告诉了海军那边？应该是吧。 导演部一直强调，明天是展示性演习，希望两边都不要出现什么差错。我们的任务主要还是为专家组展示空降兵远程奇袭和特种部队快速反应能力。这些专家都什么来头？还要我们专门做一次展示给他们看？跟海军陆战队的实兵对抗才是真对抗。明天的活儿，我看就算是一次预演。你这态度可不对啊！ 我听说这次专家组的成员都是来自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研究员、教授什么的，还是得重视起来，米秒不差。明白。夏侯兰那边没什么动静吧？目前还没。明天百练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动作，后天可就不好说了。哎，我听说又进场一支部队，说是从第1战区陆军调过来。 听说是保障专家组活动的，专家组啊，我看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那他来能干啥？我们是红军，空军是蓝军，我们2家搞对抗，怎么可能有第3家呢？我也搞不懂。哎，对了，谭组长就没透露点什么消息吗？没有。沈参谋长。 山豹旅都到位了吧？大部分都到了，还有2个营还在路上，估计今天后半夜或者明天早上就会赶到。刚才协调会上，我只谈了大的原则问题，不想讲太细了。听出来了，您是留有余地了。毕竟，这回是全军南军部队的首次较量嘛。您是说山鹰旅？ 和海啸突击旅也是蓝军部队。海军和空军的这2支部队，与现建制部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执行的任务基本上是担任南军假想敌，而且在外军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你上次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山豹旅的情况后，引起了各个大单位的重视，有的甚至说是震动。 还有战区陆军司令政委跑到北京，要专业化南军旅的编制，因此，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南军部队究竟是专业化好呢，还是非专业化好，还是准专业化好？我们刚开始组建的时候，这样的议题也讨论过。都议论过什么？有的同志认为
没必要搞得太专业，花样多，管理上麻烦，会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和不满。指定某支部队多当几次蓝军不就行了吗？但这样做也有弊端。战区陆军呢，通过实践检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呢？首先是名不正言不顺。一支正规部队，它的编制编程、训练大纲、成绩考核、调职调级与别的单位都是一样的标准。可你老让他去客串蓝军的角色，自己的专业不敢丢，蓝军的活呢也要干，经常是一心二用，最后搞得是不伦不类的。再说经费使用上，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蓝军建设经费，因为别的部队也会担任一些蓝军任务。表面上看省点钱省点事儿，但实际上效果不强。如果没效果，花钱再少那也是个浪费啊。你说的这是个道理。后来战区陆军司令员政委下决心搞，搁置讨论，先搞起来再说。当时呢，我就提出一个思路：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就搞一支什么样的假想部队。假想敌就是敌人，就是让我们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人见识见识对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观念一变，思路也就变了，想法呢也就出来了，而且放手让韩鹏、童飞他们去搞，我们当领导的呢就给他们兜着。战区陆军首长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各位首长、嘉宾、专家、媒体的朋友们，今天演习的第一个项目是由海军海啸突击旅扮演了红军坚守的海岸防御阵地，突然遭受空军某空降旅山鹰旅扮演的蓝军的垂直打击和突然袭击，蓝军很快占领了红军的固守要点。红军丢失阵地后，在红军旅长的指挥下，迅速有效组织多兵种反击作战，并运用特种兵突击战术，成功夺回要点阵地。8时30分，演习正式开始。各位嘉宾，各位首长，各位专家，代号勇士行动实兵对抗演习现在开始。各位首长、专家，在我们观礼台正前方的阵地，是由我海军陆战队精英战士组成的海啸突击旅，作为红军守卫的1130防御阵地。现在，红军的守备部队已进入阵地，他们正严阵以待。红军阵地突然升起，我们现在看到的烟火和炸点显示，是由空军山鹰旅扮演的蓝军正在对红军实施远程火力打击。我们都看到了，为了躲避蓝军的火力打击，红军的守备战士纷纷进入隐蔽所。蓝军的火力打击将持续10分钟。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一幕十分宏伟壮观的现代战争场景：蓝军山鹰旅空降兵机群将会飞临红军阵地上空实施空降，给予红军坚决的垂直打击。请各位首长和嘉宾们向东南方向上空看，山鹰旅机群飞过来了。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由2架歼10战斗机组成的对地攻击编队，他们将用空地导弹对海啸突击旅阵地再次实施第2波次的打击，以清除红军的残余部队，为空降作战扫清障碍。现请看，我们的空降兵到了，他们将从3000米的高空跃出机舱，1分钟后安全着陆并集结，向1130发起攻击。首长，怎么了？你等我在内。是。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我估计啊，是天气的原因，飞机啊飞不起来了。不可能，你看这天多好，
啊，肯定是出问题了。导演部的人呢，还不和蓝军指挥部取得联系。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情况了？按照预定的方案，这飞机早就该到了。不是经过预演的吗？已经预演3遍了。昨天预演的时候，我就按这稿子念的，1秒都不错。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掉链子了。那这还没人管呢？啊，前副总指挥已经打电话去问了，一会儿就会有结果了。黄大谋，立刻接通山一旅指挥部，问一下他们，歼10战斗机编队为什么还没有起飞？是。喂，喂，喂，直线电话一直打不通，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派人去查线了。要不，我打手机过去问问他们的通讯参谋。赶紧打电话问问情况。是。哎呀，怕出事，怕出事，还真的出事了。喂，小于参谋啊，我是黄洋黄参谋呀。对对，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电话一直要不过去。什么？副总指挥，线路被人切断了。先不管谁干的，先问一下他们飞机为什么不起飞？是。喂，你赶紧告诉我，飞机为什么没起飞？这边演习已经开始了，没见着飞机过来，也没见人跳伞，怎么回事啊？什么？你再说一遍。遭到红军袭击？不可能啊！红军刚才还……红军小分队。好，副总指挥，小金湖场站那边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运输机飞过来了，但是没法降落，又回去了。我是秦副总指挥，叫你们夏侯旅长接电话。对不起，首长，夏侯旅长正在指挥对红军小分队的反击，不在指挥所。红军是怎么搞的啊？怎么能不按预案来呢？